29岁绝美小公主相亲直言，想娶她的男生必须是有房有车无贷款的高富帅。我自己没有车也没有房，所以说的话呢，我是希望自己另一半有车有房。女孩认为以她国色天香的气质和倾国倾城的颜值，必须要嫁给一个有颜有钱的高富帅，并且在意识到自己是万人追捧的小仙女后，她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希望男嘉宾呢要有175以上，然后呢家里情况的话就是有车有房吧，最好不要有贷款。不仅如此，由于他是非常优秀的3本学历，因此他对另一半学历的要求也并不低。我希望最好是本科以上吧，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比如说也不会像我们两个，如果我学历高的话，他会有一些比如自卑感啊这些什么方面。作为一名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的仙女，女孩深知在结婚后自己绝不能做任何家务，因为别看她现在仅仅只有29岁，但她却依旧还和父母住在一起。在父母长期的照顾下，她认为像她这样天生丽质的美女，就应当让所有男人都心甘情愿的付出。家务这一方面的话，其实我是希望男嘉宾负责。全负责。对，因为重庆的话，就可能跟其他的地方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重庆的男生呢，都是有点属于耙耳朵的。女孩名叫徐玲玲，29岁重庆人，身高1.53米，现在在一家旅行社上班，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如此优秀的仙女相亲要求自然也是非常清晰，对方必须是有房有车无贷款，并且存款100万以上，同时还能包揽全部家务的超级高富帅。但其实玲玲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也都是有她的原因。现在的她已经脱胎换骨，开始了女性独立的觉醒。在此之前，玲玲还只是工厂的一名普通员工，虽然享受着5险1金的安逸生活，但她却根本看不到事业的未来发展。于是在她不断的努力下，终于鼓起勇气跳槽到了一家旅行社工作。尽管她现在并没有过去稳定的生活，可她却也换来了3000元左右的高薪收入。因此她认为像她这样能够勇敢觉醒的女孩必须要嫁给高富帅，否则她宁愿一辈子单身也要宁缺毋滥。我是属于宁缺毋滥吧，就我的要求定在这里了，我的性格是这样。在大致了解了玲玲的要求后，节目组便很快为她匹配到了相亲对象。张先生33岁，现在是一家餐馆老板，月收入在8000元左右，在重庆主城区有房有车无贷款。可没想到看似如此优秀的男生，却并没有得到玲玲的认可。但是如果戴眼镜的话，我们2个人都戴眼镜啊，以后孩子生下来会天生近视吧。刚见到男嘉宾第一眼时，玲玲便对对方戴眼镜的外在形象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并且她认为对方1.77米的身高根本配不上足足1.53米的自己。但出于对男嘉宾经济条件的认可，没办法，玲玲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相亲。2人见面后，玲玲率先对男嘉宾的外形进行了批评，她认为对方如此朴素的穿搭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高富帅。看见男嘉宾的第一眼呢，其实我并不是很满意，因为不管是男嘉宾的外形还是他的身高的话呢，就是不太符合我的预期吧。随即在接下来的正式相亲过程中，玲玲竟直言不讳地询问起了男嘉宾的经济状况。她认为如果男生能够在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那么她便可以将就着给对方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房子加上我的名字，这个你愿意吗？这个因为是我父母也参与了这个投资嘛，所以我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听到男生并没有明确拒绝自己后，玲玲竟一改之前的冷漠，开始非常热情地询问起对方是否愿意给自己买房买车。我现在的话是跟父母住一起，我自己是没有房的。也没有车，因为我们没有考驾照。玲玲认为像她这样极品的小美女就应该嫁给一个愿意给她全款买房买车的高富帅，毕竟现在单身男生非常的多，并且她这样优秀的年轻女孩就应该有挑选的资格。我自己没有车也没有房，所以说的话呢，我是希望自己另一半有车有房。听到玲玲这般骄傲的发言后，男嘉宾也开始表现得有些紧张。虽然他基本上可以满足玲玲的经济需求，但毕竟他的事业还处于上升期。而就在男生犹豫的过程中，玲玲竟再次表现出了对他的不满和质疑。比如说像男嘉宾他的穿着啊，他的打扮啊，他不是刚刚一直在背着一个包嘛，然后他那个包的话，我看着也有点破破烂烂的那一种感觉，背了好多年。玲玲完全不敢相信男生如此穷酸的穿搭还能有高收入的工作，毕竟像她这样貌美如花的公主每个月的工资也才仅仅3000元。于是玲玲便提出主持人必须要帮她查明男嘉宾具体的经济状况，否则她便会立马离开相亲现场。无奈主持人也只好细致地询问起了男生的工作现状，可没想到男生竟其实一直都隐瞒了自己的收入。原来男生在重
庆本地有时都加自己的餐饮连锁店，每个月的流水都在100万以上。见此情形，玲玲表现得更为震惊，随即便要求对方必须拿出收入和流水证明，甚至还强制主持人打电话给男生的合伙人求证。现在的这个销售额啊、营业额呀怎么样啊？个月有30万多。在确认了男生的经济收入后，玲玲便开始变得欣喜若狂，随即便立马带男生来到了商场测试对方是否会给自己买衣服。因为像她这样极品的美少女对衣服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对衣服要求的话其实还有点高。你别看我今天穿的这一身，但我这些衣服的话也都是几百块钱一件的。在一番精心挑选后，玲玲选中了一件价值700多元的裙子，紧接着便开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首先，男生必须给她买衣服后，才有资格和她开始交往。其次，在日后的生活中，男生需要负责家中的全部家务，并且每个月至少要给自己1万元以上的零花钱。见此情形，男生也表现得非常无奈，他怎么也想不到玲玲的要求竟会越来越高。没办法，二人的相亲也只好以失败告终。那么对于这样极品的小仙女，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27岁绝美小仙女相亲直言，如果没有40两厅的房子，她就绝不可能嫁给对方。最好是买个40两厅的。女孩认为以她可爱小巧的身高和绝世美丽的容颜，找到一个有房有车的高收入男人并不难，因为其实一直以来她就饱受着爱情的困扰。以前是做服务员的，就是想躲避一个人，然后就辞去了工作。现在没得工作的。据女孩所说，之前有一个有钱有颜的高富帅追了她3年，但由于对方的身高和颜值都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迫不得已她才辞去了工作。我以前有个同事追了我3年，我一直都没答应他。作为一名千年难遇的绝世美女，她非常清楚自己必须找到一个能把自己养成小公主的高富帅。他说了养我呀。女孩名叫陈春花，27岁，四川广安人，身高1米55，现在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尽管春花现在基本生活都非常困难，可她却依旧认为以她貌美如花的颜值，想找到一个高收入的帅哥并不难。于是，在节目组的帮助下，很快就为她匹配到了符合要求的男嘉宾。戴先生27岁，重庆人，身高1米65，现在是一名小吃摊摊主。据他所说，夏天10月收入在1万6左右，而冬天时却可以高达3万元以上。就在一切都准备就绪后，没想到在见面前，春花却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春花表示，男生必须在重庆主城区有一套40两厅的房子，外加一辆不低于30万的车，否则就没有资格和自己见面。无奈男生也只好表示，以他现在的收入买房买车并不难。见此情形，春花也只好硬着头皮先和男生相亲。二人见面后，男生瞬间对春花倾国倾城的颜值疯狂心动，同时春花也对男生高收入的条件所痴迷。男嘉宾，你怎么了？你咋那么高兴呢？怎么了？看见梦中情人了？这是咋的？不仅如此，春花还毫不避讳地开始对男生眉目传情。她想用自己极具魅力的眼神俘获男嘉宾的芳心。眼看着春花如此主动，男嘉宾也一改之前的紧张，准备大胆献歌表达自己的爱意。你是我的人，或许已经别人家的门。这被我亲了一口，热也落到手。在短暂的沉迷于双方的颜值和才华后，二人也正式开始讨论起未来的规划。随即春花便率先表示，对方必须要能在重庆市中心买一套40两厅的房子，以及一辆不低于30万以下的车。在市中心啊，或者是大城市里面买套房子，或者是一部车子。但其实春花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有她的原因的。原来在此之前追求了她3年的高富帅，就是在重庆有别墅有豪车，她绝不能在结婚后让曾经的追求者看到自己过得不好，因为她非常担心那个高富帅会来骚扰自己。毕竟像她这样国色天香的小仙女并不多。紧接着她还要求在结婚后必须接她的父母过来一起居住。听到这，尽管男生开始表现得有些不情愿，但他还是继续询问起了结婚时彩礼的要求。彩礼一般都是给6万8的8万8。春花表示，据她的彩礼仅只要8万8就可以了，但是由于她自己没有工作，因此在结婚后男生必须每个月给自己1万元以上的零花钱。因为像她这样可爱的小仙女，平日里必须要经常逛街买衣服，最重要的是她每周至少要去美容院护肤3次。听到这，男嘉宾再也没有了开始时的淡定，而是转头和亲友团商议起了对策。他认为以春花的颜值并不值得她这般付出，我觉得还是一般，但出于年龄的关系，男嘉宾还是决定继续和春花深入了解一下。随即男生便询问起了春花平日里的生活安排，基本上都是出去喝点茶那些，吃点小点心啊，逛下超市。像晚上那些都不去，酒吧 KTV 那些耍呀，
也不是经常啊，偶尔。春花表示，她每天睡醒后，第一时间就要和自己的几个小姐妹一起去喝下午茶，然后还要去美容院护肤保养。而到了晚上时，则是要找几个帅哥一起去酒吧喝酒。可没想到，春花如此潇洒的生活习惯，男生竟依旧表示可以接受，但他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要求，他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春花就可以和自己结婚，否则他也只能放弃这次缘分。见此情形，春花却依旧不肯放宽自己的原则。他认为像她这样的绝世美女非常容易遭到普通男人的欺骗，再加上现在的她还并没有完全和上一个高富帅断了联系，没办法，二人的此次相亲也只好以失败告终。相亲结束后，春花依旧在找寻高富帅的路上无法自拔。那么对于这样绝美的小仙女，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24岁绝美小仙女相亲直言，只要对方有房有车，无论多大年龄都不是问题。这个男孩子吧，他必须要有房，这是最基本的条件。然后其次呢，车也是要有的。女孩认为以她年轻貌美的气质和倾国倾城的绝世容颜，普通的男生根本配不上自己。她想要的是有颜有钱的超级高富帅，并且在这些基础标准之上，她还有一些特殊要求。然后我希望他就是能成熟懂事一点，因为我就比较不太成熟，然后不懂事儿，然后还有点幼稚的。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做饭一定要好吃，因为我做饭就超级的难吃。作为一名千年难遇的绝世美女，她非常清楚自己必须享受成熟男人给她带来的物质基础，以及顶级帅哥的温柔体贴。因为从小她的妈妈就告诉她，千万不要陪男生吃苦，女孩子千万不要陪一个男孩子吃苦，因为最后吃亏的只有自己。女孩名叫杨琪，24岁，四川大州人，身高1米55，现在是一名电商客服，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从小到大，杨琪的家中并不富裕，因此她便将改变命运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婚姻之中。她非常渴望霸道总裁爱上她的浪漫故事。从大专毕业后，杨琪就孤身一人来到了重庆寻找爱情，但由于收入不高，她只能和其他人一起合租一间500元的房间。然而尽管生活条件并不富裕，杨琪却一直保持着非常积极的心态。平日里她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宅在家中看电视剧，她经常想象剧情中的帅气男主就是自己未来的老公，并且她也坚信以她国色天香的气质，找到一个重庆本地有颜有钱的高富帅并不难，因为她的身边其实一直都有很多的狂热追求者。据杨琪所说，她刚来到重庆时，就有很多开着豪车的男生在社交平台上添加她的联系方式，并且在她的精挑细选之下，很快她就准备和一个富二代开始谈婚论嫁。可就在相处了一段时间过后，她发现对方在重庆的房子竟然还有房贷。更令杨琪无法接受的是，对方竟拒绝在房产证上加上她的名字。在她的妈妈得知了这些情况后，便毅然决然地要求杨琪必须分手。因为我妈觉得她的家庭条件有一点不太好嘛，就是怕我过去以后会吃苦。她的妈妈认为像杨琪这样的绝美小仙女，绝不能跟一个还有房贷的男生一起吃苦。眼看着杨琪对房子如此执着，主持人便询问起了她对房子的基本要求。你对房子的大小有要求？31平。杨琪认为她对房子的要求并不高，婚前只要能在重庆主城区全款买一套31厅的房子就可以了，但是在婚后还必须要在附近给她的父母全款买一套房，因为她认为父母将她养育至今非常不易。随后她还对31厅的要求给出了细致的解释。怎么一定要31厅？我跟我老公住一个房间嘛，然后孩子一间房，然后还有一间用来当不单衣帽间。杨琪表示，如果连这点要求都达不到的男生，那就根本不配和自己在一起，因为网络上的集美们住的都是别墅或是大平层，相比之下她的要求已经降低了很多。最重要的是，她完全可以接受比自己大很多的男人。在大致了解了杨琪的要求后，节目组便很快为她匹配到了相亲对象。杨先生33岁，重庆人，身高1米60，现在正从事人力资源方面工作，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二人见面后，杨琪就瞬间表现出了对对方外貌的极大不满。怎么样感觉？感觉有点熟过头了。他想找的是像霸道总裁那种有颜有钱的高富帅。很显然，男嘉宾和他印象中的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出于对方的经济条件非常优渥，没办法，杨琪也只好继续和对方相亲。你有房吗？有。房有。可以问一下你房子是在哪里的吗？都在南茶园那边。在了解到男生的经济条件可以达到自己的需求后，杨琪则是瞬间变得非常热情。随后他便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另外一个要求，他希望对方能够在谈恋爱阶段给自己开一家麻辣烫店，因为他认为如果男生爱他，那就必须为他付出。见此情形，男生也只好先以餐饮行业太过辛苦为由拒绝了他。紧接着二人谈到了孩子的问题，男生认为以他的工资收入完全可以轻松养得起孩子，可没想到杨琪却表示他30岁之前并不打算生孩子，因为他却不能将自己大好的青春白白浪费在了家庭方面。听到这，男生再也忍受不了杨琪的种种要求，随后便十分气愤地结束了此次相亲。在事后的采访环节中，男生也终于讲出了相亲时的种种不满。那我为什么要选择他？他不会做饭，
自己能力反正也就是每个月3000块，长得吧反正也就那个样子是吧？可即便如此，杨琪却依旧认为是男生无法理解新时代女性的思维。他认为现在的独立女性就不应该被家庭所束缚，应当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并且在节目播出后也有很多姐妹认同他的观点。他们认为女性觉醒才是婚姻中的主流。那么对于这样绝美的小仙女，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29岁气质小美女相亲，只颜值有房有车的超级高富帅才能配得上自己。我还是想找帅一点的。由于女孩曾经10万人追捧的小花，她就认为以她倾国倾城的颜值，找到一个有房有车的高富帅非常轻松。我对男生的要求就是希望他比较阳光帅气一点，然后1.8米这样。经济方面希望他在重庆本地有房，然后有车这样。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绝美小公主，女孩甚至只有1.8米以上有颜有钱的高富帅才配和自己相亲，因为在大学时她的身边就全都是颜值超高的校草男神。因为我们专业比较有些男生那些还是比较帅气，然后都养成了比较对相貌可能有点外貌协会。女孩名叫陈思怡，29岁，四川广安人，身高1.60米，现在在一家汽车 4S 店从事文职工作，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别看依依现在从事的是文职工作，但她的学历却是非常优秀的3本学历。在大学时她所就读的是音乐表演专业，那时的她无论是颜值还是身材都足以媲美一些明星，而现如今多才多艺貌美如花的她也依旧保持着超高的择偶要求。首先男生的身高至少要在1.8米以上，因为曾经追求她的小草都是身高和颜值在线的顶级模特。其次在经济方面，对方必须要在重庆主城区有一套200平以上的房子，对她来说3室2厅是最低的要求。同时最重要的是对方必须要长得非常帅，因为像她这样绝美的小公主最看重的就是颜值，并且为了确保依依不受到欺骗，此次相亲她的叔叔也将全程陪同为她把关。随即叔叔便率先介绍起了依依的恋爱优势。她的条件呢还是非常的优越，曾经有套房子，工作也稳定，是本科大学毕业。经叔叔一番介绍后，相信像大家这样的高富帅也都深深的爱上了依依。紧接着叔叔便接着讲述起了他对依依另一半的要求。对他条件来说啊，有房有车都好嘛哈，人品是相当不错的嘛，阳光帅气的嘛。挺有安全感的，身高嘛，起码是1.75米以上嘛。要知道，依依国色天香般的颜值让很多超级高富帅都望而却步。据他所说，一直以来他都饱受着爱情的烦恼，因为有太多的帅哥一直都围绕在他的身边，迫不得已他才登上相亲节目寻找爱情。在大致了解了依依的择偶标准后，节目组便很快为他匹配到了一名符合要求的男嘉宾黄子轩，28岁，四川广安人，身高1.8米，现在是一名健身教练，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在此之前，男生还曾在西藏当过2年兵，现在在重庆有房有车无贷款。可没想到即便是如此优秀的男生，却依旧没能得到依依的肯定。小陈，你看一下，这种身材的男孩，如果说介绍给你的话，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还可以，可以吧。依依认为，尽管在身高和颜值方面满足了自己的要求，但经济条件她却是并不满意。她觉得只有年入100万以上的帅哥才配和自己相亲。可出于对对方颜值的认可，依依也只好硬着头皮先和对方了解一下。2人见面后，依依就瞬间对对方强劲有力的肌肉线条和英俊潇洒的颜值所深深吸引，随即竟还毫无顾虑地对男生疯狂放电。她想通过自己极具魅惑的眼神瞬间征服对方的内心。紧接着，她还提出希望男嘉宾能给她公主抱一般的安全感。可没想到在第一次尝试后，如此健硕的肌肉型男竟没能背动身材苗条的小仙女，而这也瞬间让依依对对方的好感大打折扣。在轻微调整过后，男生终于非常轻松地将依依抱起。这一次神情如眼的依依也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并且在谈到抱起如此可爱的小公主时，男嘉宾也同样表现得非常开心。这次女嘉宾很轻，抱起来感觉没什么感觉。紧接着3人便开始谈起了恋爱的具体要求。依依先是率先询问起了男生是否喜欢自己这样的微胖美女。我很少去健身房那些，而且我也属于那种易胖的体质，就是说稍微吃点都要长肥。你会不会建议我有点那种微胖那种？不得介意。眼看着男生非常痴迷于依依这种微胖的身材，叔叔却在一旁开始担忧了起来。他担心男生只是痴迷于依依的身材和颜值才说出的甜言蜜语。随即叔叔便替依依询问起了男生的家庭情况。你们房子买在哪点啊？房子买了3.8广上面的。是全款嘛？是全款。有好宽呢？有100多平方。在听到男生还算优越的家庭条件后，叔叔却不禁怀疑起了男生说话的真实性。他认为男生只是爱上了依依的外貌，内心里却并没有想要结婚的打算。而在接下来男生的单独采访环节中，他也终于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他自己之前也说了，他不太喜欢运动，
这就是他为什么这么胖的原因，就是还是多少有点介意吧。男生表示他之前所有的回答都是违心之举，他只是想给对方留一点面子和尊严。见此情形，主持人也表现得非常震惊，但迫于相亲的真实性，他也只好将真实情况告诉了依依。可没想到一向淑女可爱的依依在听到男生对自己的评价后，竟瞬间暴怒。免得浪费大家的感情，浪费大家的时间，我觉得那种都没必要的噻。但在主持人的调和下，依依还是愿意给男生一个道歉的机会，于是男生便送给了依依一杯全糖的奶茶，他希望能通过奶茶来表现出他的歉意。在收到奶茶后，依依也果然瞬间原谅了对方。我感觉他人还是多好的，还给我买个饮料。在接下来的相亲过程中，男嘉宾将依依带到了健身房锻炼，可没想到原本出于好意的相亲安排，竟瞬间磨灭了依依对他所有的好感。依依认为如此疲倦的锻炼方式绝不是她这样可爱的小仙女所能承受的，并且她认为男嘉宾的所作所为都是非常的不礼貌。没办法，二人的相亲也只好以失败告终。那么对于这样气质的绝世美女，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